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俊豪，今年17岁，马上18岁。我是2025 1月1日出道的新人，粉丝一般叫我顺顺，但是我的家人一般也叫我顺顺，所以说粉丝就是我的家人，所以说大家也都可以叫我顺顺。2025年，我更想听到别人叫我顺顺。我的 MBTI 是 SHUN， 我的音乐 TMI 是什么呢？Hip Hop。最近呢，在忙着准备一些新的东西，对，就需要神秘一点。我选低谷和解药，还有穿搭。挑战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俊豪。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新歌《2025 Ambition》。这首歌其实包含了2个板块，一个是我对24年的一个总结，还有对25年的期望。24年呢，算是我的一个低谷，所以说也对过去画了一个句号。然后就是25年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想对粉丝说的话，其实都写在歌里了。所以说这首歌对我来说就像是解药一样。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也是我最近一直在学习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穿搭。上次我发了一个微博，我说老师看看穿搭。其实我觉得穿搭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附属在每个我做的其他事情上面的一个附属品，它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它能让我完成这个事情完成得更好。OK。1分04秒。我的天哪！我本来以为我可能介绍个47秒左右，但是没有想到只差1秒。那我就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惩罚了。这是我精心为这个惩罚打造出来的一种方式。哎呀，来听听我的新歌吧，求求大家了。加最后一个字嘛，啦啊呀。就是加个单字，对你来说已经是一种撒娇。对啊。找到我的体旋就蹦，澎湃摆脱给的力，让那时空失踪。我们的目标是让测速器都看不到踪影，那就让发动机后面再重庆这个 city。找到我的体旋就蹦，澎湃摆脱给的力，让那时空失踪。我们的目标是测速器都看不到的踪影，那就让发动机后面再重庆这个 city。我听过，因为我之前刷过这个视频，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有2个层面吧，一个就是表层，就是我的声音做出了改变。那个时候是我在15岁，青春期刚变声嘛，那段时间其实我特别痛苦，因为我的声音就会有时候会很难听。但是现在呢，我已经快要成年了，所以说我的声音其实已经基本上快定型了。我后面的这个版本是我利用了现在我自己的这个优势来做出的一个优化吧，腔调的一个优化。深层一点的呢，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听的歌更多了，对这个音乐的理解不一样了，然后我对音乐的要求也不一样了。其实你仔细听以前的那个版本，如果用专业的角度来看，就是因为我以前那个版本是我自己录的，刚刚开始学用这个录音软件的时候，不会什么录音的技巧、混音的技巧，就是和手机录下来没什么区别。其实这个 demo 其实是当时一个 demo 分享会出来的，当时那个 demo 分享会也特别的紧急，而且这个也是一个作业的歌曲，所以说一切都充满了稚嫩。可能时间的推移，我积累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我的理解也越来越多，所以说就做出了改变嘛。包括你听这个腔调，其实它也是基于新作的这个伴奏2个磨合的。这段 verse 其实是我9月份回了重庆之后，我在家里创作的。当时因为我想这首歌算是我在原创道路上，大家讨论度最高的一首歌，所以说我很想拿这首歌来做我的出道曲。然后当时我想的是第2段 verse， 这毕竟是一首我喜欢的这个车的音乐，所以说我肯定得包含关于车的一些画面描写和我自己的一些态度，我把它进行了融合，然后就诞生了后面这一段，包括最后一段跟第1段一样的一个低音那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 callback。这次的契机就是蛋壳老师他在寻找一个年轻的力量来帮他完成这一首他自己觉得对他特别有意义的一首歌，这是他写给他的孩子的一首歌。这次就邀请到了我，所以说我特别荣幸能借着这个机会
不仅是和老师进行了学习，还有这个机会对我的粉丝表达一些我对他们的感激吧。这毕竟是我第一次独自在音乐上独自面对这个制作人老师和录音老师，因为当时在重庆，锻炼了我的这个在音乐上的独立性吧。没错。到我展示的时候了。OK， 但是我画画的时候，其实我不太能说话，所以说你现在可以放一下我的音乐，在这个视频里面。OK， 就是这么一个 studio。这个它分成了2个部分，一个是里面这个录音室，录音室这里面我们有细化，因为到时候肯定会细节装修的。然后这个外面是外面的混音室，也是我听自己的最终成曲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就是混音台，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椅子。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看着有点抽象，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实心的一堵墙。然后这中间是什么呢？这中间我想把它掏空，做上一个特别长的一个长条，因为我特别喜欢星战嘛。星球大战里面有一个景，就是一个特别长条的一个地方，它外面的光透进来，看的就是这儿一条光，就是那种像在沙漠里面的建筑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铁门，可以把我车停进去，就是小电瓶，现在可以骑电瓶了。肯定我的所有歌都是我满意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意义最大的一首应该是《2025 Ambition》。我很少在歌里面整首歌都去讲自己想说的东西，这首歌几乎都是我想说的和我想做的东西，就是解药嘛，抒发了我真正想抒发的情感。其实我觉得好歌肯定没有定义，对于我来说一首好歌就是达到我满意为止，要调一个音乐不停的调整的话，肯定是达到我满意为止。对，它就是一首好歌。就是我发出来的歌都是，这就是他没有发出来的原因。还以为能套出发歌计划呢。肯定会有写不出来歌的时候，但是我不会 emo， 不会。对，这个问题有说法。新的音乐肯定是会有的，其他的东西我就不太方便透露了，这个具体详见官方的通告。我已经开始想象了，本来我们想让你听那种特别魔性，我已经完全听不到你说话了。这个，其实这种干扰对我没有用的，因为我在舞台上会有很多观众的呼喊声，我可以把歌很正常的唱出来。Sometimes I feel that I'll be blamed, hope will never continue. I took a sort of sparkle on the stage, now I got a chance to change this tragedy. I'm in Shanghai, this is the all night, 2025, when my soul cries, when my soul cries. 没少的魔法改变，都凭此想要挣脱。听了我的名字，是你去过，只有了，希望才16。对你是好胜，一想过的家的匕首，想我自己少了，但是够，硬刷还会败下诅咒。连我2、2坚守，还有继续。他们眼里只有钱，每个的成本more。我感到 so cries， 你会没收到？但不会懈怠 ，feel like 没收到。炙热的心才是最好解药。2025 ambition with my freestyle。但是我这说唱嘛，其实比他们肯定比我难。啊，感谢。我先看这样，挑战完成了，我可以选择一个或者不选择，很合理。那万一是什么我很能接受的呢？OK， 这个算了。其实你别说，这个还真可以。好，这个算了。OK， 就这个吧，我觉得就这个我觉得可以接受，而且是其实我平时都会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明明挑战成功，还主动给我们送福利，是吧？对啊，拍照发微博，这个其实我平时都会干的事情。这个很简单啊，因为有些我自己拍的照片，我自己都想当头像的。这里就是我录音的地方。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俊豪。
作为公司的老员工，今天正式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公司。第一步，扫脸，开了。现在带大家上楼。OK， 第一步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公司的 logo， 是带风骏和这个三角形。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舞蹈教室，我们平时上舞蹈课和拍一些舞蹈视频都是在这个教室。然后有一些灯光的布置，它这儿可以调的，但是这个有点麻烦。这个是化妆间，然后这里有个特别长的长廊，然后两边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些教室。这边有个巨大的教室，里面是我们排练演唱会或者是一些大的舞台用的教室。虽然有点乱啊，但是这个教室它中间有个隔断，所以说这个教室特别的长。这是服装间。现在就来到我们的生活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餐厅，还有吧台。公司现在设备非常的健全，装修特别完善，什么东西都有，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成天的都待在公司。然后这里呢有3个声乐教室，这有个健身房，很久没练了，很久也没来过了。这里面有个影院。OK， 就到我的家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录音室，就是我们公司每次我的歌曲上面，师兄还有我们3代成员的一些歌，都是在这里面产出的。这个就是 TF Studio。平时呢，我就会先在里面录音，录完音，混音师坐在外面，然后我绕出来听一下我歌曲刚刚录的效果。这些都是一些很细节的一些调试的东西，这些东西我平时不会怎么用到，因为主要还是录音嘛。我平时会坐在这里听两边的音箱、音乐和我的录音，然后效果就会特别好，肯定比重庆的环境好多了。这个公司我觉得特别完善了，每天都可以待在这里，特别的好。我肯定会在乎自己的成绩的，但是我凡尔赛一下哈，就是我每次打开那个搜索栏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我在那个榜上，所以说我不需要去搜索，它本来就在榜上。我觉得5次，因为我发了好像5首歌，是吧？哦，这么多，所有的那还挺多的，这么多，我以为就几次呢。本来其实我也觉得5次挺少的，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上榜歌曲数，我这么多歌，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毕竟是一个很象征性的东西嘛。这个是，那我觉得应该就是我这次发的这2首歌和 Skywalker。毫无疑问啊，我好像有听说过4个字，我只知道有个年轻，是吗？我其实想了一下，有可能是年轻有为、杰出青年、卓越人才、年轻冠军，这样啊，很好，我会继续加油的。真的吗？那就是我的目标了，希望吧。反正不可能就是那种压倒性的，肯定就是都有，因为我爸经常听我的歌。猜对了吧？这个肯定会有的。这个好平均啊！这个41以上的一定有我爸在里面，他会放得很小声，然后帮我刷那个时长，他放的特别小声。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在他包里呢，就是那个歌的声音特别小声，从他那个包里传出来。广东哦，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会想到有四川嘛，肯定是靠前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广东也这么前面。这个数据呢，通常也有歌手们作为巡演城市的参考。哦，所以你是在暗示我。听
听众偏爱歌曲，男性偏爱歌曲。如果真的来听过我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应该是 Ambition， 这个我觉得会是 Skywalker， 这个猜对了。哦，这个呀，有点忘了这首歌，但主要是这首歌我是发的视频，但很感谢大家，我觉得挺符合的。因为这个青春期，你看正好就是我18岁，就是那个青春期的时间写的嘛。这首歌，有没有可能是当时和我同年龄层段的粉丝听我这首歌，现在他们20了？这后面呢，可能大家喜欢听一些比较真实的抒发情感的一首歌，所以说这首歌可能更对。那这个肯定是比 Lambo 的男性听众要多，因为这首歌确实是一首抒发情感的歌，这首就是带劲儿一点的歌，肯定在意啊，因为我也很想知道我的听众和我的粉丝，他们想听我什么样的音乐，就是让我去知道我下一步该做什么，就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拿到更好的成绩。新技能吗？你再念一遍刚刚的词语。就想听我再夸你一遍是吧？那其实今年我除了音乐，我放心思放的最多的就是在这个时尚板块，希望我对这个理解能更深层次一点。我当然会看，因为我很想知道大家喜欢哪一种，多尝试一下。对，这不太好哦，瑞森自己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其实本来想去翻一翻有没有以前的黑历史，结果绕完一圈，发现从小就很会穿了。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的穿搭启蒙老师是我的爸妈，因为我每天我要从楼下走到楼上去，他们就会帮我搭配这些。我妈她对色彩的搭配要求特别的高，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太多的这个要求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我的尴尬期，因为我喜欢打篮球，那个时候穿的那些衣服就特别的鲜艳，没有逻辑的穿搭，更注重舒适性吧。锐评一下，什么叫锐评呢？首先这一套下来衣服也特别普通，就是一个图案的一个白 T， 也没有其他什么的外套什么装饰的。这个的精髓就这个帽子，这个帽子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说唱歌手的专辑周边，就是一个点缀吧。整体都是白色系的嘛，观众他看到的第一眼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帽子才吸引，然后来看其他的穿搭，会发现它有说法。哇，这个我这套穿搭的灵感就是 All Black Versace， 这个有点新年音乐会上面的一个穿搭，服装师和我的灵感的共同结晶，也不完全是我来搭配的。这一套穿搭呢，其实精髓就在于半臂和这个皮带。哎呀，这个更古早了，这个那段时间比较喜欢头套嘛，这个头套呢，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滑雪镜那种，拿了一个这种类似滑雪镜的一个墨镜，然后没有露脸。18岁，我也算是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个男人了，我觉得我需要扛起更多家里的责任，和我需要对自己的事业做一些规划，我觉得我需要变得更成熟一些。其实以前小时候嘛，到了18，肯定都想考驾照了。但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对这个东西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了。迟早我会考的，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把它放在我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情。我可能会自己独自一人出去旅游吧，因为我以前很多风景我都没有看到，都是在手机上，我就想让它走进手机。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城市叫宁夏中卫，它是一个沙漠城市，在沙漠中有一个旅馆，然后那种我可以待在里面，然后我可以进行我的穿搭。这个其实也跟穿搭有关，就是我很想问一下大家，对我最满意的一套穿搭是什么样？以后我就可以多往这个方向靠一点，这样大家就可以拍出来更好的照片。大家觉得我哪个穿搭最好看？在这条视频下面留言。
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看演唱会，去学习一下我喜欢的这些歌手他们的现场是怎么样的。斟酌一下，之后会有特别多的音乐作品和大家见面。会有音乐作品和大家一起见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和我的音乐的支持与鼓励。希望今后我们可以一起，不管是2025还是之后的每一年，我们都可以一起努力，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感谢大家。